手上的汽车技术总是遮遮掩掩，而一汽大众的会让你看得清楚明白。现在看到的是大众 1.5T 发动机生产全过程。首先看到的是清洗后的发动机缸体，它采用铝合金材质，整体重量比铸铁缸体更轻，更有利于减轻自重节约燃油。缸体进入设备后，需要先拆除下瓦。拆除下瓦的目的是为了安装曲轴做准备。下瓦上的10颗螺栓由机器设备一次性松开，螺栓松开后，缸体进入下一个工位，在这里安装上一颗侧面定位销。你知道定位销上会安装什么零件吗？答案在后面，我们继续往下看。缸体进入下一个工作台，在这里会由机器人拆下松动后的螺栓，并清理掉螺栓表面的铁屑。这些螺栓需要保留，之后还要用来重新装回下瓦。拆除螺栓后，操作者按照顺序依次拆除下瓦。下瓦会被运送到后面的安装工位。缸体进入下一个安装工位，在这里安装上4个喷油嘴。这个样式的喷油嘴一般只有涡轮增压发动机才会安装，这里喷的不是汽油，而是机油。设备紧固喷油嘴的同时，安装上一颗缸体炉栓，再使用 ECE 电动扳手紧固。之后，缸体进入下一个工作台，这里安装的是曲轴上瓦盖，它的作用是支撑和固定曲轴。曲轴在安装之前需要在表面涂抹一层润滑油，之后将润滑后的曲轴放置在缸体内侧。由于曲轴安装精度要求较高，所以这里会用到定位辅具辅助安装。另一工作台上，在之前拆下的下瓦内侧安装瓦片，这些都属于精密零件，安装精度要求极高，所以都需要机器人来自动安装。然后还要在内侧曲轴上方安装2个指推片，这个有安装要求，指推片是不允许反装的。接下来由机器人自动安装曲轴下瓦。机器人安装的好处就是安装精度更高，能够更好的节约人工成本。安装后的一次性合格率基本可以达到100%，这种合格率是人工手动安装很难达到的。在下一个工位，由机器人将之前拆下的10颗螺栓一次性重新紧固到位。这里用到的是高精度的 ECE 电动扳手，这种扳手可以有效保证紧固后的螺栓力矩值一致。接下来设备进入下一个工作台，由机器人转动曲轴时运行几圈。有懂行的网友知道这是做什么吗？最后还要让曲轴保持到一个统一的位置。在另一端，由机器人设备加热曲轴链轮，在这里链轮会被加热到200度以上，之后利用热胀冷缩的原理将链轮安装到曲轴上。曲轴链轮的作用是带动机油泵工作。接下来看到的就是大众汽车动力中最重要的一项——连杆杖段供应。把一个完整的连杆断成2节，可以很好的保证连杆与瓦盖的组合精度，增强瓦盖抗横向减气的能力。杖断后的连杆一端会安装上活塞，安装时需要在连杆尾部涂上油液，再由设备结合固定。之后是安装活塞与连杆，这个工位由2名操作者共同完成，一个人负责向气缸内放入带有活塞的连杆，另一个人负责卡入另一半杖断后的连杆，2个人相互配合，使用辅助设备将连杆精准地卡到曲轴上。之后按照顺序预紧上瓦盖螺栓，预紧后的瓦盖螺栓再由机器人一次性紧固到标准力矩值。紧固后依然由设备运行几圈，目的是检查曲轴是否运行正常。在这里安装的是后法兰盘，机器人会将后法兰直接压撞到曲轴上。后续在这里安装的是发动机飞轮盘，后法兰主要的作用是传递动力。接下来在另一端安装前法兰垫片。在下一个工作台上，操作者会在后法兰上手动预紧上6颗螺栓，后续这些螺栓会由 ECE 电动扳手统一紧固。再安装1颗定位销，在这个位置之后会安装油底壳。接下来在曲轴链轮上安装金属链条，机油泵会通过这根链条与链轮联动。固定好链条后，安装金属罩盖，在手动预紧上固定螺栓。这些螺栓同样需要后期使用设备紧固。之后设备进入机器人操作台，在这里使用 ECE 扳手紧固之前预紧的罩盖螺栓，也是在这个操作台上由 ECE 扳手紧固上之前预紧的6颗后法兰螺栓。之后再安装上机油挡板，然后在挡板上侧安装机油泵，在机油泵上预紧上螺栓。接下来零件进入下一个操作台，在这里还是由设备上的 ECE 扳手紧固之前预紧的螺栓。看到这可以看出，在工厂中 ECE 扳手的重要性。发动机上的螺栓紧固基本都会用到它。螺栓紧固后，在下一个操作台上安装机油泵链轮，并连接上之前安装的链条。
链轮还要用一颗螺栓与机油泵固定。这种工厂特制的 EC 扳手可以一次性固定链轮螺栓，之后再安装上一个罩盖。接下来在缸体一侧安装一个金属支架，先手动预紧上3颗螺栓，之后使用 EC 扳手依次紧固。这个支架的作用是后续在总装车间用于固定安装颗粒捕捉器时使用的。大众 1.5T 发动机标配有颗粒捕捉器。接下来在下一个工作台，机器人设备会自动为缸体打胶。打胶的目的是为了后续安装油底和上体。设备涂胶可以保证胶量不后均匀、胶路正，这样可以确保油底壳上体的良好密封性。油底壳上体同样由机器人设备自动安装。设备安装紧固的好处是可以保证不同位置的加紧力均匀一致，安装后不会出现上体一侧偏移的质量缺陷。接下来在缸体上侧安装一根密封胶条，将胶条依次插入安装孔中，然后在下侧安装机油温度传感器，同样是先预紧，再使用 EC 扳手进行紧固固定。之后缸体进入下一个操作台，这里由机器人设备为油底壳上体打胶，为接下来安装油底壳做准备。油底壳同样是由机器人设备自动安装。上侧设备抓取油底壳后，将油底壳下压向油底壳上体，然后同时紧固其上的螺栓，这样可以保证加紧力均匀，不会出现密封胶薄厚不均匀而缺胶溢胶漏油的问题。接下来安装紧固正式皮带轮，接着安装机油滤芯器，先要在器表面涂油，涂油后将其手动预紧安装到位，再使用工炒并制工具将其紧。这个零件每次换油保养时都需要更换。机油滤芯安装完成，发动机下半部分进入下一工位，在这里由库卡机器人将其翻转过来，并调整位置送至下一个安装工位。这里安装的是机油散热装置。安装之前需要先安装4个密封胶圈，胶圈安装后才能正常安装散热装置。使用电动扳手预紧上4颗螺栓，这个零件不仅能给机油散热，也可以给机油加热。接下来安装的是主动式油气分离器。这个油气分离器可以将0.4微米的机油颗粒从曲轴箱排出的气体中分离出来。它是利用电机主动驱动多层碟片的离心力将油气分离的。之后缸体进入下一个工位，由 EC 扳手紧固刚刚预紧的机油散热器和油气分离器螺栓。发动机下侧缸体在经过滚轮清洁表面油污后，进入下一个工位安装发动机缸垫和缸盖。先在缸体两侧各安装一个定位销，再安装由3层金属垫片连接而成的红色缸垫，再使用机械臂抓取发动机缸盖，将缸盖安装到发动机下体上。红色的缸垫在这里起到为缸盖与缸体提供加紧力和密封的作用。进入下一个工位后，操作者先在缸盖上放置一个辅具，然后在辅具定位的帮助下，依次放入10颗缸盖螺栓。螺栓放置好后，使用双头电动工具将每一颗螺栓预紧好。辅具可以保证紧固螺栓时，螺栓始终处于垂直向下状态。之后使用辅具定位紧固爆震传感器。接下来进入下一个工位，在上侧设备使用 EC 电动扳手紧固缸盖螺栓的同时，下侧位置还会同时刻印发动机缸体号，这个号码是发动机独一无二的身份名牌。缸体号刻印完成并完成缸体盖螺栓紧固后，缸体进入下一个工位，这里先使用密封胶带封堵进气口，再安装发动机罩盖定位销。放置定位销后，还需要使用专用工具梆梆梆砸2下。在它对面安装的是4颗涡轮增压器的双头螺柱。紧固前需要放置辅具，这样可以避免紧固工具对缸体造成损伤。紧固完成后，进入下一个工位，这里安装的是8个挺柱和相同数量的摇臂，它们的作用是负责进气门和排气门的开合。摇臂安装在挺柱的上侧，早上点火时有哒哒哒的声响，就是因为挺柱内侧油压还未完全建立。之后在缸体上安装一个水温传感器，预紧上1颗螺栓。在另一侧同样安装完成相同数量的挺柱和摇臂后，在缸体上方安装气门式垫。另一个工作台上放置带有集成气门机构的发动机罩盖，使用家具将其固定后，再在其上侧安装一个金属套筒和 P3 传感器。罩盖上还有相位传感器和排气凸轮调节阀等零件。最后预装上5颗螺栓，再放置一个防尘密封垫，再将预装完成的集成发动机缸盖放置在机械臂上。之后罩盖总成被机器人抓取，与缸体完成结合。其上预装的螺栓通过自动拧紧机完成紧固。
气缸罩盖紧固完成后，进入下一个工位，在这里安装的是油气分离器。定位固定后，使用电动工具预紧其上的螺钉，再使用ECA扳手紧固废气压力传感器。使用扫描枪扫描分离器与密封盖上的条码后，安装上机油加注孔密封盖，密封盖上标注有加注的机油型号。接下来就是总成进入机器人自动化设备，使用 ECA 扳手同时紧固油气分离器上的螺钉。紧固后，总成传送出上一个工作台，转至下一个安装工位。在这里安装的是发动机的吊耳，调取发动机的受力点就是这个位置。这个零件依然是使用 ECA 电动扳手紧固上2颗螺栓，之后旋转工作台后，在侧面使用螺栓预紧安装上正时皮带舵轮。接下来安装的这个是机油压力调节控制阀，它也简称 BDT。在这里只需要安装后，使用工具预紧上1颗螺钉，之后使用 ECA 扳手紧固之前预装的舵轮螺栓。舵轮是保证正时皮带能够平稳运行的关键部件。1.5T 发动机的燃油效率比 1.4T 的更高，和它的燃油喷射系统有着密切的关系。接下来安装的就是 1.5T 发动机的4个喷油嘴，这些喷油嘴由机器人一次性安装进入缸体内侧。350巴尔的高强度燃油喷射能力，能够让燃油雾化的更充分，燃烧的也更加彻底，这样更有助于节约燃油。喷油嘴安装完成后，再安装燃油导轨，它的作用是控制燃油高压供给和调整燃油喷射量。这里同样只需要使用电动扳手先预紧其上的螺钉，正如你想的那样。这种关键工序最后一定会进入机器设备，由机器人上的 ECA 扳手完成其上的螺钉紧固。接下来安装的是正时皮带的掌紧轮、可排气凸轮调节器，还有进气凸轮调节器。安装这3个后，预紧上排气凸轴调节器的螺栓。接下来安装2次压力传感器和进气凸轮调节器的螺栓。之后使用扫描枪扫描进排凸轮调节器的条码，将条码信息录入系统终端，以后换没换过零件扫码就能知晓。最后使用 ECA 电动扳手紧固凸轮调节器的螺栓。接下来就是预紧掌紧轮后安装正时皮带。原厂安装的正时皮带，厂家建议12公里后必须更换。发动机曲轴会通过正时皮带控制进排气门的开闭，安装后还要通过辅具来调整皮带的松紧度。合格后使用 ECA 扳手紧固好掌紧轮螺栓，取下辅具扫码条码，再进入下一个安装工位。接下来安装的这是什么？后续还会安装哪些零件？关注主播，下个视频再为你揭晓。